以前用 Codex 必須坐在電腦前，現在手機一拿出來就能隨時隨地給電腦發任務，讓 Codex 遠程幫你幹活。這期我會有幾個真實場景來測試，先把手機 MacBook Pro 和 Mac mini 連接起來，再用手機控制電腦做 PPT 開發網頁，最後用 MacBook Pro 控制 Mac mini 完整的做一個小遊戲。先說這次更新最關鍵的一點， Codex 不是單獨出了一個手機 APP， 而是直接塞進了 ChatGPT APP 裡。它不是讓你在手機上寫代碼，你可以把手機理解成一個遙控器，真正寫代碼、改文件、跑項目的還是電腦上的 Codex。所以你在手機上做的事情其實是發任務、看进度、檢查結果、批准下一步。電腦端 Codex 負責真正幹活，而且不只是手機能遠程控制，電腦端 Codex 也能控制另一台電腦上的 Codex， 比如 MacBook Pro 控制 Mac mini， 這就很適合那些需要跑很久的任務。以前你得守在電腦前，現在只要手機在手，就能隨時看一眼，必要時調整方向。目前手機端支持 iOS 和安卓，連接桌面端我這邊主要測的是 macOS，Windows 後面會支持。在開始配置之前，先把手機端 ChatGPT 和電腦端 Codex 都更新到最新版本。電腦端更新後會提示你設置手機端 Codex， 同時設置我們可以看到連接入口，後面所有設備連接都在這裡管理。我先用 iPhone 手機綁定 Mac mini 台式機，電腦端先開啟允許連接，允許 iPhone 訪問這台 Mac mini， 然後回到手機端點擊連接，確認授權這台手機，再點擊授權。完成後，手機端能看到這台遠程電腦，電腦端也會顯示連接成功。這裡還有一個小細節，雖然界面提到了掃碼，但因為手機和電腦登錄的是同一個 OpenAI 賬號，所以我這裡直接認證成功了。接着我又嘗試用 iPhone 去控制另一台電腦 MacBook Pro， 在 MacBook Pro 的 Codex 中進入設置，連接，找到了控制這個 Mac， 點擊設置，再點擊允許，最後就設置成功了。回到手機端的連接裡，也能看到這台新的電腦了。最後是 MacBook Pro 筆記本控制 Mac mini 台式機，這是在控制端 MacBook Pro 裡面操作的。進入連接，選擇控制其他設備，點擊設置，完成網頁登錄認證。認證完成後，回到 MacBook Pro， 添加已經關聯的 Mac mini。之後新建項目時，選擇遠程項目，就可以直接在 Mac mini 的文件夾裡創建任務和執行任務了。綁定好之後，最直觀的體驗就是你可以在手機上發起 Codex 任務，也可以基於已有的項目繼續。手機上新建項目時需要輸入具體的路徑，任務完成後手機端會彈出完成提醒。為了方便演示，我先在桌面端初始畫了一個專用項目 Task Codex。我們可以看到桌面端 Codex 的任務在手机端也能絲滑的同步看到。接下來我直接在手機上發起任務，給我制作一個 PPT 關於 Codex。整個過程手機端和桌面端的對話是同步的，你可以在手機上看进度，也可以切到電腦上繼續看。最後 PPT 生成好了，我直接在手機端預覽了一下，效果還是挺不錯的，基本可以直接使用的。如果對哪個部分不滿意，也可以繼續在手機端發起任務，讓 Codex 繼續修改，直到滿意為止。第二個場景更接近真實開發了，我在手機端讓 Codex 新建一個 Codex 介紹的 HTML 頁面，頁面很快生成了，但是問題來了，我現在只有手機，怎麼預覽電腦上的本地頁面呢？如果手機和電腦在同一個 WiFi 的情況下，就讓 Codex 啟動項目，並生成一個手機能打開的局域網訪問鏈接。比如我告訴他，幫我啟動這個項目，我的手機和電腦在同一個 WiFi 下，請生成一個手機能打開的局域訪問鏈接。Codex 生成一個局域訪問鏈接，這樣手機就能直接打開預覽了。如果不在同一個網絡，比如我們人在外面，
就讓 Codex 運行本地項目並創建公網可訪問鏈接。例如，我告訴 Codex， 幫我啟動項目並生成一個公網預覽鏈接。我現在不在同一個 Wi-Fi， 需要用手機遠程查看頁面效果。Codex 就生成了一個頁面可訪問的鏈接，手機端也可以直接打開預覽。接着，我讓 Codex 基於當前 GitHub 賬戶創建一個私有倉庫，並把項目推送上去。第一次會麻煩一點，因為需要在電腦端完成 GitHub CLI 的認證碼登錄。這個配置好之後，後面就簡單了。後面我繼續在手機端讓 Codex 優化 HTML 頁面，比如我讓 Codex 給頁面補充遠程控制相關內容，預覽滿意之後，再讓它把變更提交並推送到 GitHub。只要第一次把 GitHub 的登錄和推送權限搞定，後面再改代碼提交推送，就可以直接在手機端遠程操作了。至於部署到線上，我這次沒有完整演示，但是邏輯上只要首次部署完成，後續更新部署也可以交給 Codex 遠程執行。到這裡基本就真的有點躺着開發產品的感覺了。第三個場景是用一台電腦控制另一台電腦，這裡我用 MacBook Pro 上面的 Codex 去控制 Mac Mini 上的 Codex。然後新建項目時選擇遠程項目，找到遠程電腦上的目標文件夾。創建完成後，它會出現在左側項目下面，但圖標會有一點區別。我這裡看到類似地球的小標識，用來區分遠程項目。接下來，我讓 MacBook Pro 控制 Mac Mini， 生成一個純前端的小遊戲。在對話框中，我輸入如下的提示詞，告訴 Codex 遊戲規則、頁面要求以及最後生成公網預覽鏈接。遊戲完成之後，我打開鏈接試玩了一下，遊戲完成度挺高，效果不錯。從寫代碼、啟動服務到生成預覽鏈接，整個流程都是遠程完成的。總結一下，這次 Codex 遠程控制給我最大的感受是，它不是讓手機變成一台開發機，而是讓手機變成了 AI 任務控制台。你可以在手機上發任務、看進度、確認結果，而真正寫代碼、跑項目、改文件，還是遠程電腦上的 Codex 上執行的。這意味着很多長時間運行的任務就不一定要一直坐在電腦前盯着了，手機可以控制電腦，電腦也可以控制另一台電腦，真正有點從人守着電腦变成 AI 在電腦上幹活，人隨時遠程監督。當然，它現在還不是完全無感的，比如功能還在 Preview 或者灰度階段，綁定流程不同設備上可能有些差異。目前我測試的主要是蘋果系統 ，Windows 還不支持。另外，像 GitHub CLI 這種手勢配置，還是可能要在電腦上配合一下。如果你也體驗了 Codex 遠程控制，或者在綁定等各個環節踩坑了，歡迎在評論區分享。如果覺得本期內容有幫助，也歡迎點讚、訂閱、轉發。我是明立飛，我們下期再見。